10个冷门但有趣的小知识。一是便宜的另类充能方式，我们可以利用屏障充能，但是这样不够效率，也不够有趣，于是我稍微改造了一下，非常完美的全自动。二，都知道丘丘人在水里挖活史莱姆会什么都挖不到，那么挖冰史莱姆会怎么样呢？可以看到冰史莱姆居然被冻结了。雷史莱姆同样非常有趣，只要是在水里挖的，它就会原地自爆。三，附魔的有趣机制，这里克勤一出重云圈，然后你会发现打出的是白字，这是因为克勤给剑附魔只有一次，雷雨重云附魔的兵反应掉了。同样给灵华同时上6名班尼特和重云，你会发现可以打出白字和蓝字，这样就推翻了之前的火附魔优先级最高，单纯是因为兵频率没有火高导致的错觉。4. 阿贝多 E 的妙用，其实阿贝多 E 的范围比想象中的大，比如这个打蓝色假人的任务，其实就可以用阿贝多完成。5. 之前做过关于把水手图弄掉下去的视频，当时的结果是根本摔不死，它会瞬移回来，而现在终于能正常摔死了。但是今天重点不是这个，其实深渊勇者还能站在水上，感觉是深渊法师 Plus 版。6. 传送的 buff 保留，传送之后我们仍然会受到一些状态影响，比如这个水泡，再比如雷音的 buff， 又或者是冻结。7. 皇女大招可能飞得比你想象中的远。这是利用切后台来达成的效果。8. 使用分组扩散评分，能看到奇妙的效果，感觉有点像扩散眼，不过实际是没效果的，应该是游戏早期设定，比如评分还会被打出碎冰。9. 多人模式下会有些奇怪的现象。这类其实统称为显示错误。10. 燃烧反应，之前修改了自身精通反而使自身燃烧伤害增高的不合理现象，但是这样就导致现在不够爽了，每秒200点是看不起我万叶吗？不过我们可以用万叶让草堆点燃，这时候就是看我们自己的精通了，非常的带感。好的，我是邱明山，本期小知识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点关注不迷路哟。10个冷门但有趣的小知识。须弥天。1. 我们都知道水草反应产生种子，然后用雷触发发生超绽放，超绽放是自动追踪的。那么假设没有敌人，超绽放会追踪到哪里去呢？在秘境里是这样的，在大世界是这样的。2. 在沙漠中人物走路跑步都会留下脚印，但是咱们星海是会飘的，所以没有脚印也是正常的。而原魔同样也会留下痕迹。不过这些都是物理系的，元素系是留不下痕迹的。3. 印度跳舞非常的美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新原魔中也有跳舞高手。4. 这个草种子非常的漂亮，下落的时候更好看。
而且还可以和粉种子叠加起来，这就是最后的效果。5. 听说你还不会打激化？来看看原魔激化队。法萨满负责挂草，双雷 C 负责超激化输出，直接进入实战。可以看到这是5万血钟离盾，看起来雷萨满输出明显更高。3次超激化直接破盾，告诉我们超激化可以双雷输出，不用担心草不够用。6. 做任务的时候能遇到友方战斗 NPC， 一斧子才913，试试看能不能给 NPC 加 buff。完全没用。既然如此，那只能让他当肉盾了。可以看到他连死域的炮弹都能挡住。说到死域，那么第7个小知识，这个炮弹命中后会增加死域条，满了之后长这样，随着画面越来越深，然后你就全对 GG 了。这时候我就在想，复活有没有用呢？6名芭芭拉可以复活，可以看到还是没用，应该是因为芭芭拉也挂了，所以无法复活。至于免死，我没有相关命座，所以试不了，很抱歉。8. 这是正常的牛牛，可以看到大小大概是 1.5 个克勤，旁边还有一个小的，但是在这里还有个超大的牛牛，甚至是 1.5 倍的分权大小，我愿称之为牛牛王。偶尔还会有鸟站在牛牛身上，可以看到完全浮空了。9. 咱们可以通过自我挂水，自我产生种子，当然也可以自我挂雷，自我实现激化，达成内鬼新高度。身上的黄色闪电特效就是激化标识。这个蘑菇如果用火点燃，会直接发黄，这时候你用草元素再次攻击它，它就会恢复原状。须弥不少机关都是这样的特性。10. 我们可以通过与水创造物反应发生绽放，直接射水面是不会发生绽放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换上突突伯爵，这样就可以发生绽放反应了。不过我觉得非常可惜的是，在雨天射火箭会发生蒸发，但是射草箭却不会发生反应。好的，我是秋名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可以点个赞吗？点关注不迷路哟。10个冷门但有趣的小知识。1. 众所周知，伊瓦特生物易溶于水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种本身就在水下的呢，其实它也是会被淹死的，只需要浮出水面即可。同理，这种在水下的鸟，只要靠近它就会变成禽肉。再同理，靠近水面的观赏鱼也会被淹死，这说明水面才是真凶。2. 草种子的射程比你想象的要远得多，比如远处的这个营地，可以看到只要重击打到了，它就会自动追踪。草种子这么神奇，而雷种子同样有着特殊效果，那就是无视 Z 轴踩绣球。3. 须弥的草罩子不会打人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直接上去转圈圈。当然早柚叶兰也可以，而这种会打我们的罩子直接上是不行的，不过咱们可以加层护盾，这样就可以上去玩耍了。4. 咱们使用最快的上活水草雷的方法，来看看什么叫绽放。不好意思，放错了，这才是。加上扩散更加炫酷。5. 须弥有个打地鼠的日常，如果你使用的是神里莫纳，那么只需要冲刺即可打地鼠。当然，你还是嫌弃麻烦的话，可以像我这样，这样就可以站着不动完成任务了。6. 现在已经开放了4国凯瑟琳，那么问题来了，哪国的最近呢？
可以看出到期最快，门得最慢。7，我发现这个观察仪器具有草属性，它可以无限产生种子。咦，我人物为什么没了？同时点击激活和切换人物，然后你人物就消失了。当然实际是存在的，原魔也能打到你，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。来，放个大招看看。8，在虚弥的水下，我们射箭是射不出去的，包括很多技能都是空放，这是虚弥水下特有的效果。那在别的地方水下都是正常的，当然这里刻来的普攻飞镖还是可以看到的。这是火爆爆瓜，咱们用万叶吸一下试试。这是雷爆爆瓜，咱们来试试。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草爆爆瓜。它就这么飞走了。10，袁绍芳为什么很蠢？因为元魔的技能也能让种子触发，也就是超级内鬼。当然这个内鬼还可以引申到元魔自己，曹史莱姆一会儿就把自己头上的草给炸没了。当然这可能是好事。好的，我是秋名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觉得视频有意思的话，可以点下赞和关注吗？非常感谢。10个冷门但是有趣的小知识。1，众所周知，这个驼兽挨打就会亮出血条，然后开始过来拱你。但是事实上，某些技能可以造成伤害，但是却没有仇恨，比如草主 Q 和五郎 E。再比如钟离柱子，有条同样可以，而搭配草主甚至能打出激化。当然它最后还是会变成3块瘦肉。2，我们都知道琉璃百合晚上6点会绽放，早上6点会闭合，而月莲有着同样的效果，总是在不经意间绽放，虽然没有绽放动画。3，水萨满可以完美克制火法师，堪称元魔内鬼典范。咱们的草萨满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甚至直接击杀了水法师。4，当你扔出飞镖之后，切换成城南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飞镖回不去了。让我们进入实战试试什么效果。可以看到还是只能造成1次伤害。5，须弥引入了新的追踪弹道机制，而这个弹道机制也决定了它可以追踪宝箱。娜里和多利都是这个机制，而之前的追踪是无视宝箱的。6，你可能不知道飞燕龙兽有多有趣，你只是在一定高度它就会来回横跳，感觉是因为它的高度判定有些问题。同样有趣的还有这只仙灵，它同样也是在反复横跳。7，我们都知道很多技能都能触发压力板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猫猫 Q 也能触发压力板，而且能触发到大招结束为止。草主 Q 同样能触发压力板，但是它一旦发生转化就会失效。8，都知道火史莱姆有一招会吐出3个火球，这是亮的时候才会放的技能。那么假设在它喷火的时候将它变暗会怎么样呢？可以看到会喷出3团黑烟。9，作者伯爵的专属座驾，它可以是风史莱姆，也可以是小宝。10，我们都知道原神中有很多嘲讽技能，这些技能对非 BOSS 类基本都能生效，但是有一个例外。可以看到侍女直接无视嘲讽对我进行打击，可能是因为她本身就是盲女，而她所放的技能并不是靠肉眼，所以才能打到我们。好的，我是秋名山，
如果觉得视频有趣的话，可以点个赞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10个冷门但是有趣的小知识：一，大家都知道水萨满可以给原魔加血，而咱们的深渊使徒会在残血的时候锁血，并且生命值不再下降。那么这时候水萨满能给他加血吗？可以看到，虽然身上闪着绿光，但是却无法加血，且护盾值也没有变化，可以称之为无效之鱼。2，众所周知，努莎利亚有着一个被刺加12暴击率的天赋，而此时我是只有 5% 的暴击率。让我们来试试无相铁这个方块能不能触发被刺。可以看到暴击率变为了 17%， 也就是无相铁是有背部的。后续我还测试了别的无相，以及一些树。测试结果是都可以触发被刺天赋，但是小动物类不行。3，对着水边的蘑菇先上雷再上火，可以高频超载，但是没东西挡着，属实不太行。于是加了根柱子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柱子会碎掉呀，还是不太行。于是我换了不会碎的柱子。可别眨眼。4，铁星盾的时曲判定为无视 C 轴，也就是无视高度时曲。5，超级暖男阿贝多。众所周知，在雪山寒冷条特别烦人，我们一般是使用火堆之类的来降低寒冷度，但是咱们的暖男阿贝多也可以做到类似的效果。6，都知道冰元素能让我们的行动变得缓慢，这时候让咱们来找一下蜘蛛，让我们慢上加慢。确实变慢了很多，感觉完全走不动路了。7，如果我们能够一直卡住下路攻击，那么我们的枪芒会逐渐和本体消失，推测为枪芒的动画快于下路的动画。这时候枪芒已经快离开了。8，我们可以通过浪传来进行奇怪的升高，原理都是卡住后的力向外形成的。当然2艘船也可以。最后让咱们试试星海。9，我们可以通过乘客服的这个家具达成滑步。当然只要你手速够快，也可以自然滑步。从背后看就像在漂移。10，其实我就想尝试能不能骑老鹰身上，于是我找到了这只鸟。我们可以很轻松的把它卡住，但是由于它的判定体积很小，所以还是无法骑它身上的。于是我想尝试下能不能把它给冻结住。可以看到完全无效，所以我最后就跟他留了张合照。好的，我是秋名山，觉得视频有趣的话，可否点个赞呢？非常感谢。